袁世凯，你干的好事！竟有这种事儿！哼，记者是捕风捉影。太后，信不得。没这回事。回太后，没有。袁世凯，我知道你不会哄骗我，可你得给我说明白，这大清的江山，你到底想怎么着？太后，依臣所见，革命党要求共和，我大清要君主立宪，长期以来，本来就是这么着。这共和自然是不能答应，还要准备着打仗。不过咱大清的这君主立宪的要求，也不妨和革命党方面谈一谈。若是能和平解决，也免了生灵涂炭。要是真能这样，那是最好了。圣旨下，以袁世凯为全权大臣，委托代表驰赴南方，讨论大局，钦此。引狼入室。我说摄政王，这样的好东西你还有多少？我虽然不再是摄政王，但要武装一个洋枪队，自信还做得到。好，咱们大清宗室成员成立一个宗社党，盯着那个袁世凯。如果他要谈出个均线，倒还罢了；如果他要谈出个共和，我第一个就饶不了他。我们再帮袁世凯一把。你把总统的位置都让给他了。2条：第一，他提出的满清逊位后的优待条件，答应他。第二，良弼成立的那个满人宗社党的势力，要遏制他。晋之王公，各府部院大臣军舰，共和国体原以治军于尧舜，整民于水火，乃因2、3王公迭自阻挠，以致因止不颁，万民受困。现在全局危迫，四面楚歌，暗杀之党林立，烧书防范，祸变急生，是陷9庙2宫于危险之地。张力，下面刘耀进，请回吧。梁大人慢走。良弼，梁大人吗？你是谁？崇恭王爷府上的，派我来给您捎信儿。什么事？为什么单找我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！北洋第2军统领段祺瑞领兵入京，前方将士有本呈奏。袁世凯，奏事干嘛还要带兵来？倒也没有多少人，
不过是段祺瑞的一些亲随。是你让他们来的？不是。北洋军不听你的吗？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臣以为，太后还是召见一下为好。那就让他进来吧。宣段祺瑞觐见。这是什么呀？大清第2军统领、前线总指挥段祺瑞叩见太后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段祺瑞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太后，我前线战士在前敌奋战，已是4月有余，亲眼目睹战火纷飞，百姓死于非命者，每日何止数万。我前线战士并不怕打仗，且以服从军令为天职，但这仗我们打得太窝囊。我大清要打仗，为的是君主立宪；革命党跟我们打仗，要的是民主共和。原来只是个国体之争，原来双方都是为了救国。这种仗，我们为什么要打？我们听说，太后原本对共和军宪并无分书，无非是几个王爷坐视江山社稷之危而不顾，坐视百姓生灵涂炭而不救。我前线战士绝不能容忍朝廷有如此败类。段祺瑞仅不揣冒昧，仅率全军将士挥泪登车，冒死进京，向太后与各位王爷痛陈利害。国家社稷之重，远过我大清一姓君主，请太后明察。刚才你说什么？前线的士兵都到北京来了。启禀太后，革命党炸死了梁弼大人。袁世凯，臣在。我让你到北京来，是保我大清江山和我母子性命的。现在军队逼宫，这大清江山是保不住了。你孤恩负德，还有什么脸面见祖宗于地下？太后责备的事，微臣罪该万死。民情风靡，誓不用命，大势去矣。臣恐一面祸气萧墙，一面外敌入宫，到时恐全失，亦不可得。那革命党是怎么说的？朝廷派出的谈判代表送来了革命党提出的条件，要是我大清逊位，他们将答应太后提出的一切优待条件。如此侮辱皇太后，臣已断然拒绝。先别拒绝，先别拒绝他，还是跟他们再谈谈吧。太后，臣以为已没有什么好谈的。古人云：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”一丝何难？臣将与革命党
血战到底。袁世凯，你少惺惺作态！你妈妈，你闪开！王爷，去你的！妈妈，哎呦，哎呦，袁大人，袁世凯，乱臣贼子！你个乱臣贼子！我打死你个乱臣贼子！谁也不准动！是王爷，我打死你个乱臣贼子！是王爷，这都什么？袁世凯，袁世凯，我打死你个乱臣贼子！天王，你放开我！满朝清贵，属你。袁世凯，属你最了解我袁世凯。放开我！要是连你都觉得我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袁世凯不是咱大清的最好选择，放开我！那你就打吧。算了，妈妈，四哥没亏待过咱啊。哎呦，袁世凯，我跟你绝交！亲王，咱们原本就没什么交情。袁世凯，我他妈瞎了眼！哼，阿玛，阿玛，亲爸爸，亲爸爸。亲爸爸，亲爸爸，亲爸爸，亲爸爸！袁世凯，你这样害死我们娘俩呀！亲爸爸。臣袁世凯誓死捍卫皇上、皇太后的权益。真笨。这优待条件的第一款，清帝逊位之后，尊号仍存不废，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。民国政府能保证吗？臣衷心的希望太后和皇上安居如常。大内宫殿和颐和园由大清皇帝随意居住。这一款，老头，你们不会出尔反尔吧？老头，你陪朕玩玩，陪朕玩玩，快点！微臣叩见皇上。好了，平身，陪朕玩玩，快！微臣呐，给皇上带来个玩意儿，这个玩意儿啊叫积木，好，可以搭成各种各样的宫殿。小豆子，你跟袁世凯，哎，这啊，这一条你必须保证。皇族个人已有的财产，要注明民国给予特别保护。民国政府已向全体国民宣誓，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。太后，您和皇上何不与民同享这一权利呢？那也好，剩下的就是你们民国政府每年给我们多少费用了。不能往这儿搁，应该往这儿搁，这样搭出来好看。太后，这个就搁这儿。加在一起，总共300万两，不够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这账得细算。就说每年穿衣服吧。哎，我来。哎，好，那非得放这个吗？总得2万两银子。可以。服饰不能有服无饰。就说衣服上的饰品，总得2倍的用度吧。臣以为太多了。
老佛爷当年一根金钗就是1万两银子，那就依了太后。行了，有衣服就得有鞋帽，你说该多少啊？这个臣说不好。鞋帽是要经常换的，1年下来，至少5000两银子。太后说多少就是多少。还有吃的呢，总不能让我过苦日子吧？这一人一个胃，他能吃多少吗？还有太监呢，3000多个太监，一人1天1口，你说该多少啊？这以后没有了朝政，这么多太监，确实就没用。你个狗奴才，气死你！我打你，我打死你！你气死我了！你干什么？个狗奴才，你狗奴才！奴才死罪！你干的好事儿！奴才你这个混蛋，都是你干的好事儿！皇上他，奴才死罪！奴才再给皇上打！奴才死罪！你给我打上！你给我打！那他们上哪儿去啊？啊，还不得我养着？那就请太后说个数。10万两银子是最少的了。行，那就是10万两。还有取暖呢。太后，这么一笔一笔的算，得算到什么时候？臣增加个数，太后看如何呀？那得看加多少。在原定300万两以外，再增加50万两，100万两，60万两，100万两，70万两，不是这样，100万两。这就搭好了，快！这块，您看，哎呀，马上就好。这块。好，就依了太后。不对。总数一共是400万两。这紫禁城内是我大清的天下，没有懿旨，谁也不准进来。连微臣也不准进来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就要当大总统了。你进来，是你给我磕头啊，还是我给你磕头啊？永远是微臣给太后磕头。那为什么呀？习惯了。皇上您看，小德子，啊，那咱就说好，南海、北海、中南海归你民国，皇宫大内、颐和园归我大清。从今往后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微臣遵旨。袁世凯，今儿是我40寿辰，这出托孤救孤的戏就这样演完了。咦，皇上，啊，干什么，老头？臣给皇上再扣着最后一个头。
小德子，把皇上请过来吧。朕卿奉隆裕皇太后懿旨，前因民军起事，各省响应，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讨论大局，讨论政局。2月以来，尚无确当办法。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，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，人心所向，天命可知。朕亦何忍因遗训之尊荣，服兆民之好恶，用事外官大事，内审舆情，特将统治权公之全国，定为共和立宪政体，尽为海内厌乱妄治之心，远行。袁世凯前经选举为总理大臣，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。予皇帝得以退处宽闲，悠游岁月，长受国民之优礼，亲见治之告成，岂不异于钦此？哎呦！小德子，太后，小德子呢？小德子，小德子，奴才给太后请安。上朝的时辰到了，人都哪儿去了？就来了。皇上，别玩了，都给我举好了。坐这儿。今日朝政有什么大事啊？启禀主子，袁世凯就职民国临时大总统，孙文解职临时大总统。还举着吗？举着。洋人的报上说，中国有江山一统了。那是民国的江山，不是咱大清的江山，更不是今日朝廷该议的事。你干嘛呀？奉主子旨意，内务府裁员2500人。奴才们虽说，离不开主子，可还是……安家费都给了吗？奴才们都谢主隆恩呢。你别动，没动啊。老佛爷当年没办成的事，别动，别动，咱们办成了。听见吗？别动啊！还有什么大事要奏的？还有就都是家事了，一切还是老样子，都是主子做主。那就议议家里的事吧。太后今日的午膳是50道菜，摄政王上了折子，说下午来给太后请安。别放在地上，举着，别动。差点忘了，今儿早上皇上起晚了，可太医说皇上拉的屎颜色很正常。
向大清国国旗。中华民国元年2月15日，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投票，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查世界历史，选举大总统获全票通过者只有华盛顿一人。同人申姓袁公为世界第2华盛顿，我中华民国之第1华盛顿。共和之幸福，时机此日，升共和国旗。等一下，总理大人，南京临时参议院起电。这呢，让乐队停下来。是。停！停下！停！停！念。一，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，各省代表所议不能更改。2，参议院举定的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，孙大总统及国务各员耐行解职。3，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，新总统必须遵守。还有吗？没了。Hey, Mr. President, what about the news you just got? Where are you going, and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n the future? Mr. President, how are you going to react? 把那旗子给我降下来，把大清国龙旗升上去。Can I ask you a question? Mr. President. 卿师已经逊位，孙文竟不先行解职，他这是出尔反尔。南京是他的地盘，他让袁总理到南京就职，是要钳制咱们。是，这就职地点的事儿好办，解职嘛，这也是早晚的事儿。问题是这临时约法，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。大总统，大总统，我还是着急了点儿。这辫子剪下来容易，要是再长出来，那就难了。来人啊，给孙文发电报，把那个什么临时约法赶紧鼓捣出来。还有什么条件，赶紧提出来，别跟羊拉屎似的，哩哩啦啦没完没了。对了，把我那辫子给我拿着。孙先生，来点什么啊？来杯咖啡。还是咖啡啊？啊，对。要糖吗？随便。我不太糖。来杯咖啡。南京
大总统，实不相瞒，临时政府设在南京，我投的是反对票。这没必要吗？什么？没必要？怎么没必要啊？南京是共和圣地，北京是封建据点，让袁世凯到南京来就职，我看很有必要。反正啊，我投的是赞成票。反对也好，赞成也好，那是你们参议院的事儿。我就提出个建议。不过北京啊，确实不宜做共和国之都。哎，小姐，实在对不起，民国政府包了我们的酒吧，外人不能进啊。先生，实在我是记者。对不起，小姐。哎，记者不应该算外人的。真的。哎，楼文。哎，田默。来，哎，听我说，下不为例。田记者是我们请的客人啊，小姐，下不为例，回来。老先生，下次就不能拦我了啊。哎，顿住。孙先生，这是田默田记者，请坐。好。给他也来杯咖啡吧。加不加糖？我加点牛奶。我去要去。我自己去。不，你坐着。哦，孙先生，这酒吧比您的总统府还难进吗？这不奇怪，我管得了总统府，可管不了这个酒吧呀。哎，不会吧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这天底下还有你总统管不了的地方。哎，你对此怎么看的？田默小姐，说句实话，我呀，我很喜欢见到你。可是每次真要见到你的时候啊，我就头疼，因为你总是有这么多问题要问我。孙先生，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。您说记者一生下来的时候，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刚生下来的人是不会说话的呀。哎，刚生下来的人就哇哇哇的哭。错了，记者刚生下来的时候啊，他不哭，他会提问，而且他的脐带刚被剪断的时候，他就会仰着头问他的妈妈，他会说：“请问这位女士，您是怎么把我生下来的呀？”哎呀，不愧是记者的一张嘴。不对呀，笑什么？这咖啡味儿不错。好，田小姐，您允不允许我向你提一个问题？您这可是反客为主，本末倒置啊！不过看在您这个柠檬的份上，我就允许大总统问一个问题吧。好，刚才我们都在谈袁世凯迁都的事儿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时报记者只做客观报道，不发表主观评论的。我就请你做一次评论员，好吗？是这样。目前呢，关于袁世凯是否迁都的问题，各界呢莫衷一是。接着说。但是本报的观点是，袁世凯迁都的利弊是争不清楚的。可是这种决策呢，是临时参议院所做的，所以只要袁世凯承认自己是民国大总统，而不是封建专制的大皇帝，那他就应该而且必须要服从。讲得好。那一定要吃，这的确不是一个利弊问题。对，这是一个专制和法治的大是大非问题。专制不用说了，它是个旧皮囊，必须抛弃掉。法治，它是个新生事物，国民还不熟悉，人民还很陌生，
如今，专治方死，法治方生。就在这方生方死之间，一不留神，嗨，旧制度，它就很容易复辟。你说是吗？没错。我要劳驾你啊，田默。我希望你写一篇警惕新瓶装旧酒。新瓶装旧酒。对。好，没问题。来。黄包车。来了。哎，队长，慢走。您坐这儿。田默，田默，田默。对不起，先等我一下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样啊？迁都的事解决了？本报早就解决了，没解决的是袁世凯呀。好，来，庆贺一下，喝一杯。你还没喝够啊？就一杯。不行，我还得回去发稿呢。只喝一杯，你又不急这一时嘛？哎，罗参议员，我们的新闻是以秒计算的。今晚无新闻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竞选上议员，祝贺你！山中无老虎，吼得成大王。少给我假惺惺的！哎，田默，田默，田默，我着急干什么？什么呀？过来，过来！我跟你说啊，耽误了我的事情，你可要负责任的啊！我负责任，我负。你坐下，坐下。把脚抬起来。干什么？抬起来。干什么呀？瞧你还是时报记者呢。哈哈。这要是一不小心绊倒了，可怎么办？啊？行，好了，我来叫车。黄包车。田默，哎，去报社找你啊！段初啊，他们前2天的戏文里唱得好啊！啊，怎么说？一轮明月，一阵清风，一个才子，一位佳人。投降，投降，投降！罗伟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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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罗伟，这个民国的新女性啊，那比男人厉害，你得小心伺候啊。我已经小心伺候了，孙先生。我们已经研究了，派5个专使到北京，好，去欢迎袁世凯到南京就职。好啊，怎么样？那太好了。哎，我跟顿初去。你不去了，你呀留在南京，组个班子，在顿初起草的临时约法上再加润色，好吧？顿初，那就看你的了。